好，哎，各位网友好啊，第三集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个视频怎么到了多少分钟就没了，我没办法，让我以后有空我再研究一下怎么把那个视频时间拉得长点啊，然后分三集看都够累了，对吧？对吧？然后继续刚才那个日裔美国人，对吧？一共死了9400，二战期间啊，日裔美国人一共死了9486人，一共招了3万人，死了将近1万，死亡率达到1/3啊，对吧？然后12万人中抛去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对吧？他中的轻症就是3、4万人，全部拉去当炮灰，死了1/3，活该，对吧？到时候给你个勋章啊，对吧？God bless you，OK，没有啦。这就是民主自由啊，人类的灯塔啊，美国，对吧？是吧？你说现在美国，我跟你讲，给我感觉它越来越法西斯化了，你知道吧？越来越极端，走法西斯道路，那些很像二战以前的德国，现在那帮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非常厉害，包括你看那个川普前段不是跟那个第一次电视辩论，对吧？他公开就这么说，那个 Proud Boy 对吧？那个骄傲男孩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个民兵啊，马来西亚、美国的民兵很厉害的，都是有枪，经常接受军事训练，那个跟我们文革期间的民兵有的一拼啊，对吧？那个然后都是极端主义分子，对吧？他那个川普跟我说 Stand by，准备好干嘛？我靠，你自己想吧，是吧？所以就是跟当时那个纳粹德国的那个希特勒。纳粹德国的那个冲锋队啊，有的一拼。我跟你讲，他为了就是那个对吧？种族清洗对吧？干犹太人，干掉几百万犹太人对吧？你说，因为一战的德国输了，那个莫名其妙输了对吧？由于那个决策失误输了，然后国内经济崩溃，然后民不聊生，真的苦的要死。然后法国人、英国人逼着他们那个还那个高额的那个战争赔偿。那完了没饭吃了，那就造反。那个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的总统那个谁，辛德堡还是谁对吧？那个软弱，所以老百姓群起把他们推翻了。就是他是民主投票啊，把希特勒选上台，然后对吧？他就开始清洗啊，就这样。现在你看没？因为他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羊啊，甩锅的对象，就像美国川普一样China virus 对吧？武汉肺炎、中国肺炎，他妈的，我就说这个病毒就是美国病毒，美国那个德特里克堡那个军事实验那个生物实验室的那个病毒，是有意放毒还是无意的露出来，我不敢说，但是我就那么认为，就是他们就是美国露出来的病毒，然后传染到全世界。现在还有甩锅，为什么他们要找替罪羊？你看，对吧？他死了20几万人，现在将近800万人感染，他不管，都是你中国的甩锅。我跟你讲，华人在美国的处境堪忧啊。然后我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再盘点一下这些年来，那个我们那个华裔那个盘点这些年被美国迫害入狱，甚至或者致死的华裔这个科学家和精英的。那个案例第一个，2018年2月15日，对吧？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著名机器人专家席宁，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附近被美国 FBI 以诈骗罪逮捕对吧？然后那个这是席宁于1997年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工作，之后成为杰出教授，并和那个密歇根州立大学机器人及自动化实验室主任。2015年10月，席宁从密歇根州立大学离职，并获委任为香港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首席教授以及新兴技术研究所所长，对吧？那个就是他还被中国内地引进为千人计划专家，受聘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博导。然后FBI 对吧？一看美国人就这样，一看不对就开始迫害，这是迫害。那个当年的钱学森还坐了5年牢呢，还好放回来了。为什么？咱们周总理用那个10几个美国的那个飞行员和那个特务那个间谍换来的。你以为美国人那么好操，哪那么好对吧？好，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就是悉尼。第二个，王春在博士是世界上在海洋大气互相作用、气候变化及飓风课题上的最前沿专家之一。
于1987年前往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大气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取得南佛罗里达大学物理海洋学博士学位。在2006年开始供职于那个 AOML 美国司法部网上消息称，2010年开始，王琛在受雇于NOAA 及 AMOL 期间签订了中国长江学者计划千人计划。你看千人计划，参加千人计划的人都有危险，我跟你讲。还参与了中国的973计划。实际上和习近平一样，王琛在目前已不再受雇于 NOAA。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官网显示，王琛在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吧？第三，李文和案，对吧？台湾的那个说他偷美国那个什么核弹头小型化给中共，操，对吧？后来打官司美国政府输了，要美国政府赔偿或者怎么样，对吧？96年，对吧？那个李文和案啊，然后第四个麦大治案，李文和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好多年前的事了，对吧？这子虚乌有啊，是吧？一点没证据啊。2005年，出生于广州的美国华裔工程师麦大治被指控企图向中国输出包括那个潜艇基因技术在内的敏感海军技术资料，以及在未向美国政府登记的情况充当外国特工的那个罪名而被逮捕。2008年，通过 FBI 长期非法的严密监控，麦大治被判入狱24年0.5个月，对吧？此案最终查无实据，莫名其妙吃了24年官司，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第五个，陈霞峰案，2014年10月20日，身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雇员的华裔水文专家陈霞峰在办公室被FBI 逮捕，并被指控涉嫌盗取政府财产和盗用政府电脑信息，为中国从事间谍行为，对吧？然而，2015年3月，在盘查了陈霞峰的所谓的可疑电子邮件和对其长时间的审讯后，美国检方在开庭前撤诉，原因是没有证据啊 ，no evidence， 对吧？第六，喻小星案，2015年9月，美国 Temple University 物理系主任、世界级华裔超导专家奚小星，在费城郊区的家中被捕，他被指控向中国输送敏感超导技术。同年9月11号，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奚小星的指控，原因就是 FBI 和检察官弄错了最核心的证据。妈逼，一帮脑残啊，你知道不？你要办就办成铁啊，没有证据就别搞，对吧？丢人呐！第七，张浩案，2015年5月16日。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张浩，在受邀前往美国凤凰城参加国际微波会议途中被钓鱼执法，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时遭到逮捕，被指控窃取美国高科技商业机密，以及帮助中国的大学以及受美国政府受政府控制的企业，同时被起诉了5人中还有该校2名老师。同年7月初，圣荷西San Jose 对吧？San Jose西联邦法官。同意张浩以50万美元交保获释，并规定他必须带上电子侦测器，留在家中，不得离开家中，就像孟晚舟一样，脚上带个脚环，对吧？那个第八个，姚庆伟，生物学家，2006在美被捕，美国司法系统至今拿不出证据，无法给他定罪，对吧？他是那个姚庆伟是91年从中国赴美留学，98年成为美国公民citizen 那中国就帮不了了，对吧？那个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副教授。终身教职那天津大学特聘教授是并在因为2006年在美国的一次被捕记录那个姚庆伟人引起的事情巴拉巴拉第九个，任伟，数学天才，军事科技人才，计算机专家，2008年在美国被自杀身亡。计算机方面研究了独特算法对吧？那个就像那个张一鸣那个抖音的那个张一鸣算法，对吧？美国人搞不出来他就要搞你，你知道不？那个巧取豪夺，他的研究成果能大大提升我军事科技，对中国整个发展都会有很大提升。但是这位顶尖的数学家竟然莫名其妙的死在回国的前夕，美国方面给出的是自杀，年仅26岁哎呦，真天才那没办法。Genius 第10个，肖翔，对吧？中科院热核科学家，2009年在美坠机身亡就像那个马航370上面好多中国科学家都死了，好多个华为的还有其他的中科院的，对吧？肖翔中科院博士，被誉为中科院天才热核专家，下一代核物理接班人，
他是我国核动力潜艇研究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同时他对我国核动力航母起到关键作用。2009年做法航一架 A330客机从巴西飞往巴黎的途中，客机没有任何预警坠毁，飞机坠毁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年仅35岁。我靠，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啊，就是所有在某一个学科有在世界顶级的 top 那个 rank top 那些华裔科学家们一定要保重啊，千万别坐波音啊，回国别直飞啊，多绕几个地方，对吧？多绕几个地方。第11个赵永芳啊，是女的，博士生导师，77年出生，生前担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科组长，对吧？第12个张守成，物理学家，就是很有名，杨振宁的首席弟子，2019年在美的被自杀身亡，对吧？巴拉巴拉巴拉是杨振宁搞核物理的啊，你看这些高尖尖的，13个刘斌，美国华裔病毒学家，2020年。在确定新冠肺炎重大发现时，在美被莫名其妙的他杀。你看，我前面说了吧，那个COVID-19 那个 virus 就是美国人干出来的，你知道不？合成的不可能自然，什么蝙蝠，去他妈的啊！就美国 N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2日，就是那个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37岁华裔研究助理教授刘斌。被发现在家中遇害。据警方初步调查，凶手与其相识，杀人后自杀，被自杀，灭口了，对吧？没有其他涉案人员在逃，对吧？所以，第13个，你看你们向往美国，喜欢美国，认为美国这个好那个好，你看全死了，是吧？14个邱香果夫妇，华裔病毒学家，2020年确定有重大科学发现后，在加拿大被捕啊，对吧？邱香果是女的，国际知名的华裔病毒学家，博士，201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创新奖，2019年7月5日，在加拿大情报部门以违反相关条例为名将邱香果夫妇以及他们的学生带离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还好没死啊，就是相对加拿大还相对温和一点，比美国温和，美国人太粗暴了啊，太粗暴了。15，王培东、陈志军、陈志宏、李英等一大批中国籍芯片专家及其他人才，2014年乘坐马航370失踪，到现在毫无下落，残骸没到，人不见尸啊，那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对吧？不久之后，美国的芯片技术获得重大突破。16，王琴，心血管专家，美国中国华人的千人计划之一，2020年在美国被捕。17个，李小江，生物学家，2020年在美国被捕，对吧？被判重刑，缓刑1年，罚款35089美元。第18个，洪思忠，知名电气专家被捕啊，著名电气专家被捕，对吧？然后19个，陈霞芬，水文学家，2014年在美国被 FBI 逮捕，然后20个，孟晚舟，对吧？大家就知道，对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啊。当然在加拿大还算可以待在自己家里，就是像取保候审，对吧？取保候审，政治博弈啊。第21个，那个2020年8月24日，对吧？那个德克萨斯的农工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美国 NASA 研究员陈振东啊，被起诉，对吧？巴拉巴拉，所以我跟你讲，大家要小心啊！所以你看，他动手就是顶尖人才，现在也不是那个售卖的，就是能干的就干的，不能干的以罪名把你关进牢里边，对吧？也是个筹码，是吧？所以那帮所以在美国的，特别是在北美啊，特别是在美国的华裔那个也是那个华夏子孙吧，我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小心，能回国就回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那最后吧，说了那么多啊，也做了第3集了，就是我希望那个各位网友批评指正，大家多交流探讨，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对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广大爱国普通中国人各抒己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啊！喜欢本频道的可以点赞订阅啊，谢谢大家。